眼霜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眼部来做抗老化吗？像最近最夯的就是 A 醇，或者说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，也都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。到底要擦多久，你才可以感觉到它好像有一点帮助到眼周的改善呢？抗老需求的产品啊，会建议要擦到说可能至少。那如果说你年龄是40或50岁以上的话呢，那可能就要再等久一点。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，到底怎么样可以减少眼睛老化的问题呢？比较好的去预防的话，除了就是用一些保养品之外，你当然你自己的要顾好嘛。想要减少脸骨的这个流失呢，做这个阻力训练呢，真的可以帮助，就是减少皮肤的发炎。欢迎来到健康养成记，我是 Amber。眼周细纹的产生呢，其实不仅仅是皮下垂、皮肤干燥的问题哦，背后还有像例如说胶原蛋白流失了，或者是说的这个肌肉方面呢，肌肉韧带上面的一些拉扯或者是垮下来了，甚至还有最后一层就是骨架的改变。而且年纪大的时候呢，眼眶骨的骨架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大，就没有看起来像之前的这个紧致感。哇，这个谈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哎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眼霜真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眼部来做抗老化吗？那另外研究有发现，就是说运动其实它可以延缓这个皮肤的老化。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运动呢？那今天请到的是皮肤科医师胡宜萱医师，胡医师您好。Hi Amber 你好 ，Hello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胡宜萱医师。胡医师，这个眼周眼霜的这个抗老化，目前来讲，应该是说有哪些成分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做抗老化的呢？通常眼霜里面可能就会加上说像是保湿的成分，因为有些人他眼周肌肤比较干燥，就会容易有那种干燥性，对，干燥性的细纹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是抗老或者是抗氧化的成分，对，像最近最夯的就是 A 醇，对，任何有加 A 醇的眼霜这样子，对，每一个品牌一定要出这个，我觉得。对，就维他命 A 的相关衍生物，对，那或者说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，也都是一些抗氧化的成分。是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就是他们可能还会加一些消水肿的成分，例如说像是咖啡因啊，或者是绿茶萃取。然后有些眼霜的，它的头还会做一个那个有点像是按摩棒的那个形式，就是说顺便让你边涂的时候边按摩去消水肿。对，然后或者说是有添加一些可以促进循环的成分这样子。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眼霜到底要擦多久，你才可以感觉到它好像有一点帮助到眼周的改善呢？我觉得就是针对眼霜这种比较是抗老需求的产品啊，会建议要擦到说可能至少1个月，就是肌肤28天代谢周期以上。那如果说你年龄是40或50岁以上的话呢，那可能就要再等久一点。所以如果说擦1个月或者是2、3个月，你还是觉得有这些细纹或者是不满意的地方，那可能就要用更强烈的方法来处理，对不对？就可能就是靠保养品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。那我们刚刚提到，就是说眼周的老化，其实它分成好多个层面呢，它不是只有皮的问题而已。对。所以我们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，到底怎么样可以减少眼睛老化的问题呢？我觉得现代人比较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用眼过度。因为你可能上班的时候要打电脑要用眼，然后下班之后休息可能就是追剧或者是滑手机，那就是长时间一个比较近距离的用眼，会导致说我们眼周的循环比较没有那么好。那或者说你在不管是上班或者是休息的时候使用就是一些3C 产品的姿势不良，例如说你可能会皱眉头啊，或者抬眉头啊，或者是眯眯眼啊之类的，然后这样子会导致说我们肌肉的一个紧绷和僵硬。所以这个脸部的表情也不可以太多，不然很容易产生这个皱纹。对，可能你那个皱纹久了之后，它就会变成那种很深的凹槽，然后即使你放松表情的时候，都还是有。有，我们同事有，他常常皱眉头，皱到这边都已经2条线，那就已经变静态纹了，无形中帮自己制造皱纹。但是医生，您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它可以有一些促进眼周因为眼周循环不好，所以会让眼睛看起来是比较容易老化。那但是我也有听人家讲说，眼睛周围不可以随便按摩，因为按摩的话更容易就是什么拉扯啊，或者是有细纹。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对，因为有一些人他按摩可能就很大力，或者
是他皮肤没有足够的润滑，他就去按，这样就会有拉扯嘛。那拉扯当然是第一个就是你摩擦肌肤的时候啊，反而会更容易造成细纹，那甚至是色素沉淀。对，所以如果说你自己真的要按摩的话，可能手法就是要比较温柔，然后配合说一些保养品，不一定是眼霜啦，也可以是比较温和的乳液类的产品，就是不要让肌肤这样拉扯。还有就是其实是可以用力按的，还是说轻轻按的，其实也可以有那个效果。轻轻按，然后或者说针对某一些穴道，这就比较是中医的说法。中医的穴道的话，可能就是单点，然后有点力道的这样子去按，就可以促进这个眼周血液循环。对，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说，还是要促进全身的循环，就是做一些运动。医生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教我们？就是说，除了这个眼霜保养之外，还有哪些的方法其实是可以让，因为刚刚也有提到，就是说它可能也是跟肌肉啊这些是有关系的啦。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方法，它是可以不要让它老化的这么快？是因为其实眼周老化的牵扯的层面还蛮广的，对，就是除了整个骨架，我们骨架其实还是会随着年纪流失，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你眼眶骨是会萎缩的，就是会看起来眼窝比较有凹陷感。然后呢，就是你皮肤下面的不管是脂肪也是哦，然后还有胶原蛋白也都会流失，然后皮肤变得松弛。所以就像是有一些人，他可能年轻的时候，例如说10几20岁，他的双眼皮他自己是天生的双眼皮，双眼皮很明显，那结果到30几甚至40、50的时候，双眼皮就掉下来，甚至有一些人他是老化性的眼皮，他眉尾会掉的特别多，还会遮挡他的视线，然后导致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，甚至会有一点危险性，那种就真的要用开刀去做处理。对，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老化的过程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比较怎么讲，比较好的去预防的话，除了就是用一些保养品之外，你当然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要顾好嘛。那另外提到的一个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台湾过敏的人很多嘛，如果你很常，例如说像是不管是眼睛痒、眼睛过敏，或是鼻子过敏，其实这种过敏的体质，或是说你常常待在一个过敏的环境的话，也都会导致说我们皮肤的周围在慢性发炎，然后会有色素沉淀啊，或者说循环变差的状况。所以如果说你有眼睛鼻子过敏的话，一定还是要认真的去处理。那或者说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，也可以做一些医美疗程，去刺激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增生。所以看来这个眼周的问题呢，真的不是这个1、2句话，就是说擦个保养品就可以解决。或许保养品可以帮助我们，就是例如说比较不干燥啦、保湿的部分，但是再更深层的话，可能就是胶原蛋白，你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胶原蛋白，或者是骨头，让它能够不要那么快就萎缩进去，这都是我们必须自己之后要再做的一些工程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有钱的话就打医美也是不错的。好啊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想要让这个眼骨不要那么快萎缩，可以有哪些运动方法？想要减少脸骨的这个流失呢，到底要做哪些运动呢？有一篇刊登在 Nature 杂志上面的论文，它是由一个日本研究团队所做的研究。他们发现阻力训练运动呢，可以直接增加真皮层细胞外基质的活性，那这个就可以有助于维持年轻。那这个研究这个团队呢，他们找了61位健康但是久坐的女性来参与研究，让他们透过有氧运动还有阻力训练，然后长达16周来观察他们的皮肤状况。那这个研究发现呢，做这个阻力训练呢，真的可以帮助皮肤在4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就是减少皮肤的发炎，运动可以减少存在于皮肤内的发炎因子，那它就可以减少皮肤发炎的这个机会了。第二个帮助呢，就是真皮层的厚度它会增加。他们发现在运动这组人的血液中的蛋白聚糖相关的因子呢，像是说双聚糖还有硫酸、软骨素合成酶呢，都会有所增加，那也会增加这个皮肤的这个厚度。我们知道像擦 A 醇啊，为什么这么红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增加皮肤的这个厚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可以增加肌力。阻力训练呢，它可以增加全身的肌肉，同时它也可以带动增加脸部的肌肉。那第4个呢，就是减缓骨质疏松。可能会有很多人说，我没有在做脸部的重训啊，但是其实骨密度的增加，它其实是靠骨头中的成骨细胞，它感觉到
这个人体呢，它有背重物了，它就会主动增加吸收钙质的能力。那这样子的吸收力呢，它其实不是只局限在某一个部位，而是整个身体的骨头它都是受益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骨头可以增加这个钙质吸收的话呢，那就是要做一些跟防范骨质疏松有关的一些准备，像例如说我们补充钙啊，补充维生素 D 啊，还有就是在适当的时间必须在阳光下面做运动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叩齿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好的脸部小重训，因为呢，我的外婆她几乎每天都有叩齿，然后她在离世之前呢，我们就发现她的脸其实是非常的饱满的。那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脸部上面的一些维持骨密度的一些方法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